印度海军啊，真的就是缘分不浅啊。不过日本对这类的新闻它是免疫的，为什么呢？日本的舰船起名都爱加一个丸字，这个丸它就有排泄物的意思。那有种说法呢，就是说他们呢相信呢排泄物呢能辟邪，所以呢别有深意啊。这俩卧龙凤雏，琢磨出来这个牛粪新能源。它也可以说是无巧不成书。那除了早期战啊，早苗还给印度画的大饼还包括了稀土合作。那日方呢号称要在印度布局全产业链啊，摆脱对我们的依赖。你这话呀听听就得了。印度那个稀土储量确实排在全球前3，但是它只有原矿啊，虽然不用去海里掏泥了，但是没有完整的提纯冶炼能力。日本要想在印度从零建产业链，就要配套电厂、港口、化工体系，还要培养大量的技术人才。那结合前面高铁的故事啊，那老仙自己都不确定能不能看到那么一天了。现在咱家的牛刀啊都已经架在鸡脖子上了，鸡自己毛都被扒干净了，正放血呢。他还操心起怎么能替西方大人们排忧解难了。另一边呢还操心起东大今天家里有几个肉菜呢，也是挺有意思的。他操心的什么事儿呢？最近啊开始大肆的炒作啊，说咱们家囤积居奇稀有矿产。事情是这样的啊，26年前5个月，我们呢对22种关键金属的进口量直接干到了35万吨，同比暴涨60%。3月份的单月更是创下了9万吨的近7年的历史的天量记录啊。那咱们这波全球扫货可以说啊是全线包圆，胃口极大。产业链上游啊，比如乌兹别克斯坦的乌源矿啊，进口量直接飙升59%，甚至连废旧硬质合金这种回收资源啊，咱们都是照单全收，从原生矿到再生资源全面接管啊，藏矿于库。咱们不仅是为了保障自家的新能源、半导体这些高端制造业的口粮，更是在物理层面上打算重新分配全球的资源流向。那咱进口啊搞海纳百川，出口精准切割。那1月商务部的1号公告嘛，直接就把2物项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和军事用途的出口给禁了。那急的小鬼子都跑出来偷稀土了啊！咱这一宽进严出，手段一上，现在的本子那就是有啥技术他也只能去跟印度啊跟牛粪较劲去。日本擅长的精密制造、高端机床、半导体材料、汽车零部件啊，那印度呢是既做不了日本上游的材料的提供商，也做不了下游的配套市场。两家的产业啊它就高度错位。高市说率领了150多家企业的高管啊，那去了之后其实公开落地的项目寥寥无几。还有人说日印高度互补啊，日本有资本有技术，印度有人口有市场，联手必能够迸发出巨大的能量。这话又是那种上下嘴皮子一碰，它就有结论了，它就有逻辑了。可是产业转移的逻辑不是简单的技术加人力的堆砌，它需要稳定的能源、高效的物流、成熟的配套、守规则的产业工人以及统一的国内市场。这些所有的基础条件印度一样没有哈。双方高调宣布的这个 AI 合作哈，就印度这个电力一座中等规模的晶圆厂，对供电的稳定性要求是非常苛刻的，任何一次意外的停电，损失就能高达数亿美元。而印度电网的现状是夏季用电高峰，大面积停电，家常便饭，工业用电的稳定性远远达不到高端制造业的要求。你连电都供不上，还谈什么半导体工厂落地？就别说 AI 了，就汽车这种非常成熟的产业啊，日本铃木深耕印度市场几十年，也算是日系车企里面最懂印度的玩家了。至今依然常年被工人低效率啊、良品率差、供应链松散啊、管理成本高的问题折磨，连汽车组装这种成熟度这么高的产业都玩不转，直接想要跳级到去搞高端半导体，也不怕步子迈得太大啊，扯着什么东西。除了这个纸面的饼啊，其实日印合作不会有任何东西落地。至于说印度军购啊，那选择日本的军工品行不行呢？你就不说日本有没有原材料造了啊，印度那个车厢都要万国造，永远货比三家，挨家压价，两边就扯皮都得好几年。至于说两方签署的直接用本币采购双方商品的这个互换协议，
那真的属于是360度无死角的全方位向全球展示，日印它不仅是基建界的冤种，它还是货币界的两朵奇葩呀。在过去1年多的时间里啊，印度卢比对美元贬值高达25%，日元对美元贬值高达60%。按说那也都是号称的制造业国家，货币贬值不是有利于你们出口吗？但现实是这两家现在都造不出东西来，或者说无法稳定高品质的提供工业产品。两家的精英呢，都想着如何资本外逃，能拿美元绝不拿本币。两家占人口1%的财阀都趴在99%的民众身上吸血。两家现在都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被堵，制造业濒临崩溃啊，缺乏支撑货币的生产能力，因此自家本币的购买力都稳不住签署货币协议的这个情况啊。那他俩属于是三哥给鬼子烧报纸，鬼子给三哥叠纸鹤啊，双方都想把对方当成垫脚石，实际上就是仙人跳对上了杀猪盘，互飙演技。现在就看他们两个还能演出什么新花样吧。这么长的看完了，关注一下吧。